你相信吗？保护这个世界不毁灭的，不是法律，不是道德，也不是核武器条约。保护我们不互相残杀的，其实是你身体的一种缺陷。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你站在捷运月台的黄线边缘，远处列车进站的轰鸣声震耳欲聋，风吹乱了你的头发。突然，就在那一秒，你的脑海里闪过一个疯狂的念头：如果我现在伸手推前面这个人一把，会怎样？或者，你正开着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握着方向盘的手突然抖了一下，心里有个声音尖叫着，转过去，冲出护栏，同归于尽。别害怕，亲爱的朋友，你不是变态，你也不是坏人。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虚空之幻，这只是大脑深处那些混乱的神经元随机涌现的杂讯，它是我们生而为人的一部分。你之所以现在还安全地坐在荧幕前听着这段声音，是因为你的肉体很慢，你的肌肉有惯性，你的神经传导有延迟，你的求生本能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拦截了这个疯狂的指令。正是这个慢救了你一命。但是如果伊隆马斯克的梦想真的实现了呢？如果未来你的大脑直接连上了网络，你的意念可以直接操控现实，如果这中间再也没有肉体这个笨重的缓冲区，那这就不再只是一个念头了。在那一毫秒，车子已经撞了，人已经下去了，灾难已经发生了。这是一场没有回头路的物理实验，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实验品。嘿，大家好，欢迎来到普通人。我们正处在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兴奋也最危险的转折点。Neuralink 脑机界面、意识上传，这些曾经只存在于科幻小说里的词汇，正在变成新闻头条。科技巨头们向我们兜售一个心想事成的未来，瘫痪者可以重新行走，盲人可以看见红外线。我们不用动手，只要心里想一下，咖啡机就开始运作，信息就瞬间发送。这听起来像是人类进化的终极形态，人神合一。但身为一个喜欢在科学里找哲学的普通人，我不禁开始担心一件事，不是关于晶片会不会被骇客入侵，也不是关于手术安不安全。我担心的是，我们的心智真的配得上这种神力吗？如果我们拆掉了肉体这个最后的安全阀，我们那充满杂念、焦虑甚至恶意的大脑，会不会变成一颗不定时炸弹？今天我们开启一个新的系列，意识坍缩宇宙。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烧脑，但我向你保证，今天这支影片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就好：肉体是宇宙为了保护尚未能成熟的人类意识所设计的一个延迟装置。记住这句话。接下来我们要用一个思想实验来聊聊为什么未来的你，如果没有佛陀般的定力，可能会面临一场灵魂的灾难。要理解这个危机，我们必须先借用量子力学里最诡异也最著名的双缝实验作为一个比喻。请注意，这里我使用的是一个哲学上的思想实验。我们不讨论严格的物理定义，我们讨论的是世界观。在这个实验里，物理学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微观粒子，比如电子，在没有人看它的时候，它是不确定的、自由的。它像一道波，同时穿过左边和右边的缝隙，它既在 A 处也在 B 处，这叫做叠加态。但是，一旦有一只眼睛，也就是观测者盯着它，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电子仿佛害羞了，或者说它被迫做出了选择，它瞬间从波变成了一个确定的粒子。物理学家称之为波函数坍缩。简单说，就是观测这个动作强迫模糊的可能性变成了唯一的现实。好了，物理课结束。现在请把这个实验室搬进你的大脑里，这就是我们提出的核心概念——意识坍缩场。你的每一个念头其实就是那个还没被观测的电子。当你还在犹豫、还在思考的时候，
你的念头是波，你想做个好人，但心里深处可能又闪过一丝想做坏事的冲动。你想勤奋工作，但又想躺平偷懒。在这1秒钟，这2个念头在你的脑海里是同时存在的，它们在叠加，在纠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觉得人心难测，因为人心本身就是一团混沌的概率云。但是现实世界是残酷的，现实世界只接受粒子。怎么把脑子里的波变成现实？我们需要一个强力的观测器。在我们的人生中，这个观测器就是行动。当你真的挥出拳头，或者你真的忍下来微笑，当你说出那句话，或者你选择沉默，这就是一次强观测。就在那一刹那，无数个念头的波瞬间消失，坍缩成了一个单一的事实。你要么帮了他，要么骂了他，没有中间地带。这就是业力的诞生点，坍缩。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我们脑袋里每天有6万个杂念，其中包含了很多暴力的、贪婪的，甚至毁灭性的垃圾资讯，为什么我们还没有毁灭世界？为什么我们没有因为心里闪过一句脏话就被警察抓走？因为造物主，或者说是几百万年的演化，给了人类一个最强大的防护罩。这个防护罩就是我们笨重的肉体。在意识坍缩场理论中，肉体不只是一个皮囊，它其实是一个低通滤波器，或者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高阻尼的延迟系统。试想一下这个过程，你在网络上看到一条让你火冒三丈的留言，你的大脑瞬间产生了一个高能量的波，我要骂死他，我要人肉搜索他，要让这个波坍缩成现实，变成你打出去的字。这个指令必须经历一场马拉松，它要从前额叶皮层决策，讯号穿过中脑，下行到脊髓，再通过周围神经，最后带动你的手指肌肉去敲击键盘。这个过程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百毫秒，但在量子层面上，这是一个巨大的缓冲区。正是因为这个肉体的迟钝，你有机会在最后一刻停下来，你有机会让那个恶念的波因为能量不足，在传递过程中自然消散，而没有完成最后的坍缩。肉体就像是一个安全的沙盒，它过滤掉了你脑中99%的杂讯，它允许你在心里演练无数次犯罪，演练无数次崩溃，但只要不动手，现实世界依然平和。这是对我们这种情绪不稳定的生物的最大的慈悲。说到这里，我想停一下。我知道有些朋友听到恶念、业力、量子坍缩这些词，会觉得压力很大，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修养不够，是不是个坏人。其实我自己也常这样。这不是在讲大道理，这是我每天都在经历的挣扎。我有时候累了一天回家，看到水槽里堆满了没洗的碗盘，那一瞬间，我心里真的会有那种把盘子全摔了的冲动。或者在开车的时候被恶意逼车，我脑子里第一反应也是一句超难听的脏话，甚至想踩油门追上去。这很正常，我们都是普通人，大脑本来就是个杂讯制造机。如果我们能看到彼此脑海里的弹幕，那可能全是马赛克。但幸运的是，我们有肉体帮我们踩刹车，我们还可以深呼吸，利用那0.5秒的延迟，选择去洗碗，而不是摔碗。这就是生而为人的缓冲空间。但未来的挑战在于，科技想要拿走这个缓冲空间。脑机界面的终极目标是零延迟，他们要绕过脊髓，绕过神经，绕过肌肉，让大脑皮层直接对接电子世界。用物理学的话说，他们正在把人类的意识传导从高阻尼模式变成超导模式。这就是我所说的隐藏危机。我们不是反对科技，也不是在妖魔化 Neurosc， 让瘫痪者重新行走，让失语者重新说话，这是伟大的功德，是科技的奇迹。但我们必须思考的是，当想等于做的时候，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回到开头那个场景。未来，
当你正在用大脑直接控制一台高速行驶的智慧电动车，这时候旁边有一辆车突然违规切入，你的理智告诉你踩刹车，但在你的理智运作之前的0.01秒，你的情绪脑先爆发了一股原始的冲动，撞上去，给他个教训。在现在，你的脚还没来得及踩油门，你的理智就回来了。但在 Neuralink 的未来，那0.01秒的冲动就是一个完整的电子指令。电脑没有肉体的惯性，电脑没有道德过滤器，电脑不认识什么叫气化，它只接收信号，目标确认，执行，瞬间坍缩，车子已经撞上去了。等你回过神来，灾难已经发生，你甚至连后悔的时间差都没有。原本只是一个脑中微小的涟漪，因为没有了肉体的阻挡，瞬间酿成了现实的海啸。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真实困境。我们的科技正在以光速进化，让我们拥有近乎神的能力，但我们的生物本能，我们的那颗大脑却还停留在数万年前那个在草原上遇到危险就想战斗、情绪冲动的原始生物阶段。这不是我们的错，这是演化的时差。但在脑机界面的时代，这个时差可能是致命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古老的东方智慧，那些关于定力、正念的教导，并不是过时的迷信，它们其实是写给未来人的生存说明书。释迦牟尼和老子不懂量子电脑，但他们太懂心了。他们早就警告过，心猿意马是最危险的火种。在未来的脑机时代，定力不再是宗教修行的专利，它是你的驾驶执照，它就是你的防火墙。你需要训练自己拥有觉察念头的能力。你要能在那个恶念刚冒出头，还没触发晶片之前，就看着它，认出它。哦，愤怒来了，然后让它自然消散。未来的精英可能不是那些智商最高的人，而是那些心最定的人，因为只有他们配得上这种即时显化的神力，而不被自己的潜意识吞噬。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不需要等到晶片植入的那一天才开始准备。这场修行是为了让我们配得上这个高科技的今生。我们不需要去深山闭关，也不需要强迫自己变成圣人。从今天开始，我们试着做一个小练习，好吗？下一次，当你在网络上看到一条让你火冒三丈的留言，你的手指已经准备打字回击的时候，停下来，给自己10秒钟，就只是看着那个愤怒，不要按下发送键，让子弹飞一会儿。你会发现，那个想杀人的念头会在第9秒的时候，因为能量耗尽而消散，变成一句“算了，去喝杯茶吧”。这10秒钟就是你对抗生增的胜利，这10秒钟就是你身为人类的高光时刻。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或者你愿意加入这个10秒钟练习，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我是普通人，我们下个维度见。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谢谢各位。